继宿傩、七海、丁奇之后，胡章又迎来了第4重打击，这简直就是我见过最惨的热血番男主了。真人捏的触手怪直接将地面冲破，胡章和东堂也被顶了出来，无数蠕虫一样的家伙几乎将整个街道挤满，他们呈扭曲螺旋状旋转升空，最后在半空中爆开，街道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恶心粘液。紧接着3人同时落地，真人露出了癫狂的笑容，再来劲一点啊，胡章！东堂对自己被排除在外感到不满，在最恰当的时机拍了一巴掌，瞬间胡章和真人调换了位置，而胡章在落地的同一时间就急速冲了上来，没想到真人的头一个螺旋升空就飞了出去，胡章踢了个空，真人空空荡荡的脖子上突然长出一个蜗牛头，双臂随意伸长攻击过防御，让胡章和东堂两人无法近身。飞出去那颗头则长出了小小的四肢，在战场外围狂奔，四肢又逐渐变长。紧接着真人将几个改造人捏在一起，搞成了多重魂，众多拥有微弱排斥反应的灵魂互相混杂为肉体，名为几魂异性体。几魂异性体立即加入了战场，东堂注意到之后，拍掌后的东西调换位置，他推测真人头身分裂后的力量配比应该是2:8，比较弱的头部才是本体，所以他直接将胡章朝冲过去的身体与不远处的头部调换，果然只有2/10力量的本体被胡章一拳打飞。东堂放心的把那边战场交给了好兄弟，自己可以专心对付这个几魂异性体。结果本以为只有2-3级的改造人竟拥有吊打他的实力，一连串的攻击后，东堂的身体无力的撞向了对面的大楼，几魂异性体也紧随而至，抓住东堂就直接扔了下去。东堂捡起地上的衣架，朝几魂异性体甩出去后，和自己调换位置，瞬间出现在敌人背后的东堂一拳砸上他的面门。那么强力的几魂异形体竟然挨了一击就死了，因为真人制作他们的原理是让数个灵魂同时燃烧，获得爆发性的力量，而这样的几魂异形体还有2个。另一边，本体真人收获了分身的力量，将这个改造人同时甩了出去，无数触手飞向胡章，胡章四肢大张跳向空中，突然一只触手张开血盆大口将他吞吃入肚，其他触手也争先恐后围了上来，胡章就在这些触手之间穿梭徘徊。终于他看到了叉腰站在触手背上的真人，直接飞踢过去，真人却一把拽着他的脚，将人用力甩飞，自己随之追了上去，却发现胡章和东堂汇合了。此时的东堂已经将那几只几魂异形体全部解决，接下来就是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。多了东堂那个棘手的术士，他想要解决这个人就更困难了。但是如果贸然展开领域的话，肯定会触碰到宿傩被他杀掉。不过没关系，真人从五条悟那里学到了极佳的方式，五条悟竟然当了真人的老师。领域展开，自闭圆盾果。在东堂和胡章眼中，这无异于自杀行为。然而真人展开的是0.2秒的领域，他不需要触碰胡章，只将目标设置为最碍事的东堂。东堂立刻展开简易领域保护自己，胡章则急速前冲，想在无畏简便解放之前扶除真人。然而终究还是真人快了一步，而且因为只开了0.2秒，因此并没有激怒宿傩，甚至还敢向宿傩放狠话，表示在他跟胡章交换之前，自己就会杀了他。下一秒，东堂的左手变成一团恶心的肉块，凭空飞出去，在空中爆炸，而他那条项链绳子也马上就要断裂。真人抓住机会，一把将胡章打飞，随后飞奔向东堂，还不等对方反应过来，就一拳砸上了他的腹部。可惜在那之前，东堂就察觉到了他的想法，那一瞬间就将咒力全部集中在了腹部。即便如此，拳头带来的冲击还是让他口喷鲜血。此时真人的术式已经恢复，他的双手被咒力包裹着向东堂跑去，那条项链彻底断裂，上面露出了胡章和小高田的照片。突然响起的 BGM 把真人给整懵逼了，为什么东堂突然开始唱跳 rap 了？一边跟着小强一起跳舞，一边拳头正中他的面门，而且拳拳到肉，不给他丝毫反抗的机会。又和真人下一次张开的手掌击掌，把虎杖换了过来，虎杖一拳就砸上去，将其击飞。不过也因此，东堂碰到了真人的手，看着好兄弟离去的身影，他心满意足地垂下了手臂。真人接连受了几击重创，但他终于掌握到了自己灵魂的本质，隐隐感觉到有某种东西正在试图挣脱束缚，展露自己真正的形状。真人施展术式无为转变，将自己变成了这副模样，此乃变杀极灵体。胡章敏锐地察觉到，这跟他之前的变形都不一样。可事已至此，他只能继续战斗下去。两人同时向对方冲去，胡章率先飞踢一脚，却被几道黑影缠住小腿。紧接着，真人伸出尾巴攻向胡章，却反被对方踩在脚下。紧接着，胡章一手挡下敌人的拳头，另一只手握拳砸上去，却仿佛砸到钢铁一样。这是一副金刚不坏的肉体。
似乎间，真人已经挥拳还击过来，虎杖堪堪挡下，对方的尾巴又变成一根尖刺，直接刺了上来。他立刻后跳拉开距离，但还是被刺中了手臂。他终于意识到真人刚刚说那句话的含金量了，理解了自己灵魂本质的真人究竟有多厉害。虎杖只能不停地躲闪对方那凌厉的攻击。突然，他抓住了一个空档，暴风骤一般的拳头席卷而至。真人好不容易后退出去，手肘处却突然伸出一根尖刺，虎杖偏头躲过，却在下一秒被对方的尾巴扫开。紧接着，真人一把抓他的脸腾空而起，将其重重地摁在地上，地面都被砸出了一个大坑。这种大开大合的战斗方式远不是之前的真人所能比的。最后，两人同时落入水中。虎杖意识到自己必须以最大咒力发动黑闪打中真人，才有希望赢得胜利。真人自然不可能让他如愿，掀起巨浪将他淹没在水中。虎杖将拳头放在腰间凝聚咒力，刚好真人散退水流冲了上来，虎杖直接一拳挥出去。此刻的他诚如鬼神。真人察觉不妙，立刻后退，在虎杖的四周不断的飞跃纵横，最后挥着拳头朝同样挥起拳头的虎杖冲去。两人拳头对撞，真人却露出了原本的肉体，而虎杖的这两拳并没有咒力，而是在他卯足劲儿砸上来的同时，裹挟咒力的拳头才重击他的胸口。他竟然利用了时间差，还不等真人调整好状态，虎杖的另一拳就又蓄势待发。就在这时，东堂的声音突然传来，告诉真人手腕只是装饰罢了，所谓的拍手是灵魂的喝彩。说完后，用断臂和完好的手掌击掌，但位置并没有调换。东堂遗憾地宣布自己的不义游戏已经死去，没关系，好兄弟会为他报仇。虎杖用最大咒力发动的黑闪已经砸了上来，真人口喷鲜血，忍受着剧烈的疼痛，伴随着虎杖的嘶吼声，他的身体无力地飞了出去。落地后不甘心地掏出改造人，想继续战斗，却什么都掏不出来了。虎杖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承认了他之前的说法，没错，我就是你。他现在只想杀了真人，不管他重生多少次，自己都会杀死他，不需要任何意义或者是理由。真人听着那些仿佛恶魔低语的话，露出了恐惧的神情。刹那间，两人似乎置身于雪地。真人连滚带爬地向前逃跑，一直玩弄着人性命的他，这时候就像小白兔一样纯良弱小。被玩弄的虎杖身边跟着的却是饿狼。终于，小白兔趴在地上跑不动了，他狼狈地看着虎杖靠近自己，不停地抓起雪朝他砸过去，嘴里还发出意义不明的咿呀声。而虎杖看他的目光中没有丝毫的感情，就像在看着一个死人。他开始玩弄自己的猎物，把他像踢球一样踢了出去。这人却只能往前挪动自己的身体。突然，他看到了自己的好伙伴脑花，满怀希望地喊了声加油。脑花也带着笑意看向他，需要我救你吗？真人